智能安全检查已启动，机翼安全检查已完成，机身风险评估安全，机舱辅助设施检测通过。这就是科技的力量，整个安全系统检查一键完成，人检查的再仔细也比不上 AI。不愧是王牌飞行员，那老不死的龙飞，还以为飞机没了它飞不了呢。就是，一把年纪就知道梗在那边，飞机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才是飞行部部长呢。新式机型的设计，就是为了将机长从繁杂的流程中解脱出来。哼，龙机长这种老顽固思想已经落后于时代了。哈哈哈，今天心情好，离起飞还有20分钟。走，我请大家尝尝我新买的进口咖啡。龙机长，你别跟那些人一般见识，他们就是小人得志。还叫龙机长呢，他啊，现在就是个卖货员。龙机长，你别管他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最好的机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这心里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。不行，我还是得亲自去看看。高清毕竟年轻，经验少，还要20分钟就要起飞了，最好不要出什么问题。哟，这不是咱们的传奇机长吗？赶紧的，拿着我新买的那些咖啡豆，去给我们冲几杯咖啡。赵部长，龙机长毕竟也是你的师傅，你凭什么这么使唤他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是飞行部部长，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卖货员，就应该为我们这种高端机务人员服务。高机长，我觉得起飞前还是要进行手动全面检查，否则很可能会出大问题。这人啊，该在什么位置就要做好什么位置的工作，还是别倚老卖老了。我刚刚已经用最新的智能安全系统检查过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这些事情需要你个老不死的卖货员操心吗？唠唠叨叨的烦死了。不进行手动全面检查，就无法保证刚刚的这几分钟内飞机不会出问题。身为机长，要把乘客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。高机长，无论如何，请你一定要进行手动检查。冲你的咖啡，卖你的货，少他娘插手别人的工作。当年你爹就是因为没有及时检查尾翼固件，导致飞机空中解体。我不希望你踏上你爹的老路啊！龙机长，赵峰，你要干什么？老东西，我他妈受够你了！每次一有事就以我爸的名义来教训我，那是我爹，不是你爹！你现在是什么身份？凭什么教老子做事？你要是不想干了，现在立马辞职，赔偿你1分都拿不到，给我滚出飞机！好，我走。赶紧滚！拿着鸡毛当令箭，咖啡不喝了。老子一天的好心情都被这老东西给毁了。一会儿客人就要登机了，要走赶紧走。龙机长，你没事儿。赵峰有句话说的没错，干了这么多年的机长，我也是时候该退休养老了，好好努力，争取早日当上乘务长。喂，老婆，正好有件事儿。老公啊，我刚刚查了查，新区的学期房又涨了，咱们手里的钱买房首付还差10几万。小平眼瞅着已经工作1年了，也谈了女朋友，房子要是没有，以后结婚生孩子都是问题。你再努把力，争取今年咱们把首付凑够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你刚刚说有事儿？没事儿，就是想你和小平了。飞机快要起飞了，我先挂了。为了儿子的学区房，再忍忍吧。欢迎登机。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，请各位乘客把行李放在头顶上方的储物柜。这一次去西境建风力发电机，必须要好好干他一票。很久之前就说要去西境，这一次终于要实现了。听说西郡是爱情朝圣的圣地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玩几天。我和孩子已经登机了，我会注意的。妈妈，我太开心了，终于要见到爸爸啦！飞机即将起飞，
请各位乘客系好安全带，打开遮光板。不好，这是 C8625脱落的零件，马上汇报塔台，联系 C8625。塔台呼叫龙机长。还龙机长，这老头有什么厉害的？出什么事了？没事儿，这可是最新型的民航飞机，再加上我的驾驶技术，能出什么问题？飞机模型，各位乘客有需要的吗？哟，你不是很硬气要辞职吗？看起来你确实挺适合当服务员的。大家都看着啊，咱们的传奇机长龙飞亲自为大家服务。这不是龙机长吗？怎么不开飞机转行当售卖员了？机长也算是企业职工，到了一定年龄，肯定要从一线退下来。没错，特其是机长这个岗位，对身体各方面要求都很高。龙机长这么大年龄了，也是时候做些轻松工作了。妈妈，我想要那个。您好，这个飞机模型怎么卖？小朋友眼光真好，这可是最新型的飞机模型。我的梦想就是长大之后当飞行员。妈妈，我很喜欢这个模型，你给我买好不好？好孩子，送给你了。既然是梦想，以后可要好好学习哦。这是公司的产品，谁允许你拿着送别人的？模型的钱我会付给公司的。你没有权利，懂吗？你以前拿着这些流程教育我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通融？表里不一的老东西！能干就干，不能干趁早滚。这种金属摩擦的声音，难道是整天神神叨叨的老东西？我告诉你，有我在这里，飞机不可能出问题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情况了？不要乱跑，回到座位上系好安全带。快回去！大家不要慌，飞机只是正常颠动。正常颠动？你他妈糊弄鬼呢！我是干工程的，我能不知道？晃成这样，明摆着就是出事了。各位乘客不要惊慌，请相信我们机组人员的能力，我们有义务，也一定能送各位安全抵达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回驾驶舱！到底怎么回事？机身为什么会晃动这么厉害？机翼的滑轨管流罩脱落了。赵部长，你放心，学校讲过很多类似的案例，只要正常驾驶，不会有问题的。飞机才刚刚行驶不到1个小时，不对，油耗不对劲。高机长，现在飞机已经不适合继续飞行了，附近还有木竹机场可以迫降，需要尽快迫降。机长都说没问题了，至于大惊小怪的迫降吗？目前飞机性能一切正常，没有任何迫降的必要。听明白了吗，老东西？你是不是因为转岗的原因心里记恨高机长，想迫降让机长担责？我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吗？赵峰，飞行安全不是儿戏。给我出去！你们自己看看油耗正常吗？还有1个半小时才能抵达西静机场，现在油耗已经快要过半，根本无法完成航程。飞机目前穿过平流层，油耗上升是正常情况。高机长可是王牌飞行员，轮得到你在这指手画脚？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滚出去！听我一句劝，飞机别以为天底下就你最有能力，你现在就是个小小的卖货员，老不死的，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！看吧，我说不会有问题的，一惊一乍的，还以为自己是机长。哼，那老东西果然在危言耸听。让我进去。刚刚的问题，高机长已经完美解决了。飞机无小事，滑轨整流罩脱落会产生连锁反应，导致涡轮偏移受压过大，油耗会急剧上升。赵峰，你听我一句劝，我们到不了目的地，必须立即准备迫降。一旦迫降，可就是高机长的责任。我看你分明是想陷害他。我当了20多年的机长，这种程度的颠簸，飞机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。目前最近的机场是雾都，
再过10分钟，飞机将会进入山区，到时候一切都晚了。迫降，不能迫降啊！咱们好不容易有时间来西境，人家都说了，飞机不会有任何安全问题，你这人怎么就揪着不放呢？不许迫降！不许迫降！不许迫降！看到了吗？这可不是我不同意，我看你也不适合在飞机上继续待了。等落地的时候，我会让你彻底滚出飞机机务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几百条人命葬送空难。你要干什么？大家给我拦住他！特妈的，我真是受够你了！放开我！不迫降，我们所有人都会死！扰乱机长正常驾驶，想死还要带上我们，干他！你看看谁能让你胡搅蛮缠？机翼着火了！什么？妈妈，我怕。大家听我说，马上系好安全带，用头顶的氧气嵌罩呼吸。高机长可是留学归来的高知飞行员，飞机为什么会出这么多问题？你到现在还在迷信所谓的海龟？龙机长早就看出飞机会出问题，现在能救我们的只有龙机长了。龙飞，谁让你进来的？你看不到左侧机翼涡轮故障吗？直到现在，你还在使用自动驾驶！别妨碍机长。你和我搭档1年，你难道看不出现在飞机的情况有多严重吗？老东西，你这是在犯法！哪怕下了飞机把我送进监狱，我也不能让你们拿飞机上所有乘客的性命开玩笑。高度上不去，前面有山压，再过5分钟我们就要撞毁了。撞毁？不行，再让赵峰、高青他们胡闹，我们全部人都要死。高青，我以全体机组人员的名义，命令你马上离开驾驶室。你们要解除我的飞行权？你也是老飞行员了，看不出他根本没有应急处理的能力吗？换龙机长操作。不准换！我是飞行部部长，你们都得听我的。你们是不是想造反？放开我！这种最新式的飞机你能看得懂吗？真正要害死飞机上的人是你，龙机长，我们的生命就靠你了。还是晚了一步。还有，一定还能有迫降的地方。妈妈，我害怕。没事，别怕别怕，我们一定会没事的。我们不会遇上空难吧？我还不想死。相信龙机长，他一定能做到。老天保佑，我钱没赚到，还不想死啊！各位乘客，我是龙飞，很抱歉让大家受到惊吓。鉴于目前飞机的飞行状态，我们将在3分钟后选择迫降，请各位乘客做好迫降准备。现在已经远离雾都机场，折返回去的油耗不够，根本没办法迫降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就是这里，这条3公里的废弃跑道。什么？在废弃军用机场迫降，我不同意！3公里的废弃跑道根本不具备迫降的长度，没有指挥灯，没有防护设施，迫降就是自寻死路。让开！他根本不懂开智能飞机。不行，你们不准进去。不选择迫降，那你是要等飞机机油消耗干净坠机，还是爆炸自动解体？就是因为你们的疏忽大意，才导致现在的后果。你到现在都觉得自己没有错吗？盯紧飞行高度，不惜一切抬升，马上联系塔台。好，这里是川航 C8625，目前的油耗已无法支撑安全抵达西境机场。龙机长将在20分钟后在废弃军用机场进行迫降，请立即提供支援。塔台收到。
消防、医疗等相关部门已出发。龙机长，飞机上的几百条生命，就全靠你了。现在插播一条紧急新闻：川航 C8625由于机身发生故障，已准备在山区废弃机场迫降。目前，空管部门正在积极联系。C8625不是龙飞的航班吗？你不能出事啊！吴董，刚刚接到空管的消息，龙机长的航班出事了，现在要迫降到咱们之前废弃的机场。通知航司，不惜一切代价支援龙机长。爸妈，你们以后要照顾好自己，儿子不能给你们尽孝了。妈妈，我们是不是再也见不到爸爸了？我代表全体机组人员向大家致歉，请相信，我们一定会平安无事。我是机长龙飞，我将无我，不负人民。速度太快了，以现在的速度迫降，一定会撞击地面。龙飞，你是不是想拉着所有人一块去死？给我闭嘴！机身倒转，反向升空，这种传说中的飞行手法，他竟然能做到！不行，现在速度还是过快，必须释放燃油，降速达到平稳滑行的条件。你想干什么？本来燃油就不够飞行，你还要放油？开门！他这是要拉着我们所有人一起陪葬！一旦放油，我们就彻底没有退路了。放！右侧机翼已经开始自燃，5分钟之后，整架飞机就会爆炸解体。放油是最快的降速方法。准备进行迫降。2公里，1公里，速度太快了！要撞了！完了，老不死的，我们所有人都要被你害死了！各位乘客，迫降成功，我们安全了。我没事，现在飞机已经成功降落了。好，我会注意的，不会让你担心。这次的事故起因一定要找到源头，避免下一次重蹈覆辙。不就是滑轨整体罩脱落的原因吗？有什么好找的？偏锋高机长今天第一次上任，就出现了这种情况。我怀疑这一切都是你干的。我干的？我拿几百条性命当儿戏，拿我自己的性命开玩笑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有些人心里阴暗，什么事干不出来。老东西，你敢打我！飞机起飞前，我再三劝你一定要完成安全检查，可你呢，毫无安全意识，你根本就不配当这个飞行部部长。你怎么跟赵部长说话呢？还有你，所谓的王牌飞行员，没有丝毫解决突发事故的能力。作为机长，你怎么向机组人员、向人民群众交代？老不死的，我看你是不想干了。下了飞机，你马上给我走人！春源航空庙小，容不下你这尊大佛。我看你这老不死的一大把年纪，还怎么找工作？龙机长刚刚才救了我们所有人，你还要赶走他？这是我的地盘，在这里我说了算。不说话了，想留下也行啊，跪下舔干净我的鞋底，我让你继续干卖货员。听说你要给自己的儿子买房，手里的钱够吗？多考虑考虑现实，毕竟你这么大年纪了，谁还会要你？哼，老东西，好好想想，是你重要，还是你儿子的前途重要？不可以，龙机长。春源航空不要，我秦陵航空要。龙机长，我秦陵航空邀请您成为我秦陵航空的头部机长，年薪200万。您若是有意，马上可以签合同。200万？这怎么可能？200万的年薪，这已经是龙国飞行员的顶薪了。
龙机长这次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我什么时候才能拿到200万工资啊？我从国外留学回来，拿着王牌飞行员的称号，年薪才不过50万。一个老家伙竟然能得到200万年薪资。吴董，你知不知道他年纪多大了？不出5年，他就到了退休的年纪。你花高薪聘请，完全是赔本买卖。赔本？我只知道龙机长这一次预知危险，并以高超的驾驶技术挽救飞机上所有乘客的生命。这样的英雄机长被转岗为卖货员，是你们有眼无珠。以龙机长的飞行经验，以后退休了也可以做我秦陵航空的飞行顾问。如果这样的人才被埋没，那将是我龙国的损失。没想到秦陵航空愿意以200万聘请我。龙机长，只要你在合同上签字，你马上就会成为我秦陵航空的首席飞行员。合同上面所有的福利待遇，我全部可以保证。龙飞，你的年纪早就应该退休了，是钱董多留了你5年，这么多年，钱董对你照顾有加，你可别做白眼狼。春林航空20多年的发展，所有飞行员的入岗培训，还有你能做到飞行部部长的位置，我做了多少贡献？你没有资格说我是白眼狼。那还不是一见到钱就走不动道了？什么传奇机长，还不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。有些人的妒忌都快写在脸上了，他们啊就是纯粹看不得龙机长过得好。没错，你这么多年，我对你、对我的工作、对整个春林航空，我问心无愧。吴董，我跟你走。龙机长，你放心，我秦陵航空绝不会做出过河拆桥的事。只要签下合同，儿子的学区房就有着落了。吴董，来我春源航空挖人，怎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？龙飞，你也是老员工了，飞机刚刚才惊险迫降，一走了之不太合适。我对春源航空是有感情的，是你们逼着我不得不走。赵部长也不是针对你一个人，这是公司决定的人员调整，所有50岁以上的一线飞行员全部转岗，不要觉得自己受了委屈。公司也是考虑到你们的身体已经不适合继续在一线工作了，而且咱们也要多给年轻人机会嘛。你要体谅领导们的良苦用心。什么转岗调整，就是不想赔钱，逼人自己走的把戏。我春源航空内部的事，需要你一个外人在这指手画脚吗？龙机长的去留由他自己决定，你跟我都没有任何理由干涉。你敢在这张纸上写下一个字，想想竞业协议里的2000万赔不赔得起？2000万，龙机长一直勤勤恳恳工作10几年，你们就是这么对待10几年的工程？咱们的合同里还要竞业协议？大到机长，小到维修师傅，合同里面都有竞业协议。无故转岗是春源航空违约在先，竞业协议本就无效。当初的合同是老钱董亲自制定的，我记得并没有所谓的竞业协议啊。你是不是忘了，3年前曾经签过一份续聘合同？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到底有没有这2000万？当初老钱董跟我们亲口保证，员工的去留是自由的。你这么做，是要毁了老钱董留下的基业啊！你以为公司是菜市场，想走就走？老东西，这辈子你死都得死在我春源航空。你连你儿子的学区房都买不起，这2000万你掏得起？你就乖乖在这干一辈子的卖货员吧。行了，把那张废纸撕了，好好干你卖货员的工作。不好意思了，吴董，龙飞，你带不走。你们带不走，2000万违约金我出了。你为了一个糟老头子，竟然出2000万，你他妈是不是疯了？你们根本不清楚龙机长的价值，一名多次完成高难度空中救险的飞行员。龙机长这样的人才，根本不是能用金钱衡量的。2000万，这老东西凭什么值这么多钱？吴董，该不会你跟他有一腿吧？秦陵航空的老板竟然喜欢这种半截身子入土的老头，这新闻挺劲爆啊！
谁给你们的胆子，竟敢污蔑吴董？龙机长，大胆签合同，你所有的后顾之忧，我秦陵航空买单。我何德何能，能让吴董您这般看重？这么多钱，我受之有愧啊！相信我，秦陵航空绝不会让龙机长您失望。轻信这种所谓国外的王牌飞行员，总有一天你们会后悔。关于龙机长违约相关的问题，我秦陵航空的法务部门会与你们对接。我们走。站住！你扰乱高清驾驶，导致飞机被迫迫降，捅了这么大的篓子，拍拍屁股就想跑了？分明是你们疏忽了安全检测，龙机长不计前嫌，挺身而出拯救了大家，现在竟然把锅甩在龙机长的身上。就是，我可以为龙机长作证。我也可以。三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要是不想干了，马上给我滚蛋！钱董，飞机起飞之前，龙飞已经被撤职了，一直操作飞机的是高机长。对，一直都是我在操作驾驶。飞机机翼着火，8成就是龙飞怀恨在心，特意动了手脚。钱董，你可不能这么便宜就让他走了。龙飞 ，C8625遇险的事已经引起了航司的关注，不给我一个交代，你哪里都走不了。颠倒黑白，栽赃嫁祸，老钱董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春源航空，就要毁在你们这些人的手里。飞机上有记录通讯的黑匣堂，而且所有的乘客都可以为龙机长作证。龙机长的功劳，你们抢不走。放屁！明明是我挽救了乘客的性命。龙飞，你传奇机长的荣誉肯定也是抢得同事功劳得来的。这次迫降的缘故，3天内航司会调查清楚。龙机长现在已经不属于春源航空，也不需要给你们任何交代。我们走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你们好自为之。钱董，我让你钝刀子割肉，结果你倒好，直接把人给我逼走了。你这个飞行部部长是不是不想干了？钱董，您息怒，一个老东西而已，走了就走了，咱们不还是在他身上捞了2000万吗？钱董，我可是王牌飞行员，不比龙飞强100倍。把这件事给我处理好，要是有一点负面消息，你们也给我滚蛋！老东西，你以为你能安心走人？这次我会彻底让你身败名裂。吴董，今天的事儿多谢您了。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龙机长您这样的人才，离开是他们的损失。以后工作上的事儿，还要劳烦龙机长您多费心。吴董请放心，我龙飞这辈子最重恩情。好 ，C8625出事，估计家里人也担心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龙机长您什么时候来上班，跟小王联系就好。春源航空的人怎么能这么做事？枉你干了这么多年，一点人情味不讲。自打老钱董退下来之后，春源航空也不一样了。不过，儿子学区房的事儿，咱们倒是不用愁了。秦陵航空的吴董让我去他那边，年薪200万。200万？你在春源航空也才20万不到。吴董的电话。是了，龙机长，你快看报道，现在网上出现了大量抹黑你的新闻。这些人不了解实情，就这么抹黑龙机长，都是春源航空雇佣的水军。而且我得到消息，所有的乘客已经都被赵峰买通做假证。龙机长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绝对会你讨回公道。是非公道自在人心，我相信航司会公正的还我一个清白。我这么大年纪，早就把这些都看淡了。好，龙机长你早点休息。从来没想过赵峰这孩子怎么会变成这种薄情寡义的白眼狼。怪我识人不明啊，我把他扶到了飞行部部长的位置，结果反倒害了我。累一天了，我们也早点休息吧。妈妈，明明是龙叔叔救了我们，为什么这些人都要骂他呢？走，我们回去。妈妈手中有视频，
咱们绝不能让你龙叔叔平白无故被污蔑。颠倒黑白，龙机长可救了他们的命。我们帮龙机长作证，绝不能让他被污蔑。吴董，网上的舆论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了，现在有很多人开始诋毁我们秦岭航空了。通知公关部发布声明，一切事宜等待航司的调查报告。斯波的埃米尔夫人要来龙国考察项目，准备建设全球最大的国际机场。我知道了，3天后我会准时参加会议。吴董，发生什么事了？3天后，航司要挑选飞行员。斯波的埃米尔夫人要来龙国订购一批飞机，用于建设机场。这可是将近100亿的订单。要是能拿下订单，不仅能得到巨额的利润，我秦岭航空也会在国际上声名远航。这次机会，我一定要把握住。都办妥了，飞机上的飞行记录已经全部删除，那些乘客都收了好处，不会为龙飞发声的。好，我们只要等舆论发酵几天。我不信秦岭航空的人还敢用龙飞。签了合同又能怎么样？这一次，吴之夏不仅要赔本2000万，秦岭航空的名声也彻底臭了。能够拿下飞行员的名额，就意味着提前得到埃米尔夫人的好感。龙机长，这次我秦岭航空就全靠你了。放心，吴董，我一定尽力。老东西，你都已经是过街老鼠了，还敢来参加航司的挑选，怎么越老脸皮越厚了？就凭你个老头，能得到埃米尔夫人的青睐？我劝你啊，还是趁早回家养老算了。一条我春源航空不要的老狗，倒是让吴董当成个宝贝了。飞行员从来都是依靠过硬的技术与专业的素养，什么时候还要看年纪了？今天会议开始前，航司会出具 C8625 的调查报告，我一定会追究你们在网上诋毁龙机长的责任。相信诸位都清楚来到航司的任务。本次会议开始之前，我先对 C8625 航班的事故调查报告作出说明。事故原因是因为起飞前安全检查不合格，左侧机翼涡轮上方的螺丝脱落，导致飞机出现问题。由于迫降时损坏了飞行记录器，机舱内发生的事情目前还无法查明。飞行记录仪不可能出问题，分明就是你们恶意损坏。为了污蔑我一个老头子，连飞行记录仪都毁了。你们这些人已经彻底黑心烂肺了。飞行记录仪是迫降时损坏的，吴董，你敢当着刘主任的面栽赃污蔑？你该庆幸飞行记录仪坏了，不然就凭你故意毁坏飞机，现在你已经被关进监狱了。龙国是没人了吗？竟然派个道德败坏的跟我比，看来在飞行员的培养方面，龙国比我高丽差远了。这是高丽航空的机长朴世龙，实力非常强，保持着全球各地行气后3000次飞行无失误的绩点。杨机长说的不错，国内培养的某些飞行员，技术不过关也就算了，人品更是差劲。刘主任，网上的舆论你也应该看到了，难不成就任由这些人毁了龙机长的名声？对于名利，我从不放在心上，可我没做过的事，硬要扣在我头上，这口黑锅我背不了。飞行记录仪目前正在紧急修复，航司的判决会平等公正。接下来是关于接待埃米尔夫人以及如何挑选飞行员的方案。把东西拿上来。本次挑选飞行员考验的是平衡性，降落时摔算鸡蛋最少的人就是接待埃米尔夫人的飞行员。
哼，平衡性，我在高丽航空大学学习的时候，曾经获得过平衡性第1名。看来这一次的人选非我莫属。高丽大学第1名，我可是英国认证的王牌飞行员，区区平衡性不值一提。龙机长，看你的了。本次飞行员挑选的过程中，会同时开始全网直播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准备开始吧。终于开始了，真好奇平时机长们是怎么开飞机的。这一次3家航空公司同台竞技，我们有眼福了。听说前几天新闻上的那个龙飞也会参加，真够不要脸的。各位观众，我会让你们知道，世界第1的飞行员属于高丽。我去，这老外这么壮。这个飞行员不错，到现在才掉落1个。赵峰，会议结束后去问问他，愿不愿意加入我们，薪资翻倍。老东西，钱董一向重视人才，你就是一个被公司清理的废品，别总觉得是我们针对你。机身颠簸异常，很明显对操作臂的运用不够熟练，降落的时候鸡蛋肯定会掉的。竟然真被龙机长说中了。废物，还没降落就掉3个，又菜又爱装逼。不错，20枚鸡蛋只掉了6个。我的实力，龙国飞行员根本达不到。我受不了，这老外迷之自信。高清机长呢？快出来狠狠打这老外的脸！到我了，我会让你彻底认清你我之间的差距。好高骛远，狂妄自大，是成不了一名优秀飞行员的。哼，都特么被开除了，还啰里吧嗦的说教，好好让高清教教你，飞机到底该怎么开。倚老卖老，你能看得懂高清的飞行技术吗？各位观众，接下来我会展现英国最先进的飞行驾驶技术。开启涡轮反推。不愧是王牌机长，起飞真稳。涡轮反推，一听就很厉害。机身晃动幅度这么小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是英国最新研发的飞行员驾驶技术，将智能 AI 与手动操作臂完美结合，利用涡轮气流进行微滞空反推降落。看你那土老帽的样，听都没听过吧？不愧是留学归来的王牌飞行员，这样先进的驾驶方式可以说是首屈一指。吴总，怎么样？服气了吗？龙机长还没出手呢，钱董是不是太着急了点？推力328，准备降落距离地面20。仪表盘上的数据虽然是最优的降落方案，但最重要的风速影响他没有考虑到。装模作样，这种先进的驾驶方式你懂个屁！现在是强风天气，严重影响机身的平衡性，这种高速降落会导致气压加大，加深机身的晃动，需要阶梯式减弱推力才能平稳降落。高清目前的操作就是智能驾驶给出的最优方案，就你那食古不化的脑子，能比得上 AI 运算吗？现在是科技时代，老家伙，你输定了。天哪，竟然只掉落了2枚鸡蛋！老东西，时代变了，我劝你有点自知自明，趁早滚蛋！厉害，这打破了我龙国飞机降落的平衡记录。不愧是英国留学的王牌飞行员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高机长的能力在全球也算是顶尖了吧？这么厉害的驾驶技术，之前的迫降一定是高机长完成的。老东西，飞行员只看实力，你看现在支持你的人还有几个？吴董，你花2000多万买这个老废物，这眼光我真是叹服啊！高清仅仅只碎了2颗鸡蛋，龙机长他能做到吗？
干得漂亮！接待埃米尔夫人的人选非你莫属。我早就说过，英国的驾驶技术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。老顽固，固步自封，你已经出局了。高丽有句古话叫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”，老头，你还是认输吧。你们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？刚刚你驾驶的过程中，至少有3处出现偏差，导致碎了2颗鸡蛋，而我可以1颗都不碎。1颗都不碎，你凭什么？凭我30年的飞行，将每一个流程做到极致，日复一日的严格要求，这就是我的底气。龙飞，他凭什么进入驾驶舱？为了丝绸拿乘客生命当儿戏的飞行员，就应该终生禁飞。亏我之前还仰慕龙飞，没想到是个冒牌传奇机长，自取其辱。老东西一直坑蒙拐骗，这下要现原形了。吴总，你真觉得这种只有一张嘴的过时老废物可以1个鸡蛋都不碎？我相信龙机长，他一定可以做到。无晃动降落，这么多年，一共练习了3872次，成功2654次，而且在我的脑海中已经完成了数万次类似的操作。龙飞竟然关闭了辅助驾驶，完全依靠手动操作。果然是老古董，他不会连辅助驾驶都不会吧？哼，不知死活！靠肉眼去判断降落，世上没有人能做到。推力315，高度600，风速影响3级，不够，得上到364的推力。以这种程度的推力降落，别说鸡蛋了，飞机都要受损。刘主任，我建议马上取消龙飞的测试资格，他根本就是在泄愤报复。就是现在！他要干什么？俯冲地面，这么大的推力，他这是在找死！他是在开战斗机吗？这下要把给自己撞死了。所谓的传奇机长，连基本降落都不会。吴总，看来你花2000万找的机长，第一次飞行就泡汤了。龙机长他。龙飞，测试终止，给我停下来！20米，10米，5米，这种驾驶方式，难道是？这是战斗机的悬停降落。这不可能，客机根本没有战斗机的动力，它怎么可能做到悬停降落？把客机开成了战斗机，高丽没有1个飞行员能够做到。悬停降落，闪瞎我的钛合金狗眼！这种匪夷所思的驾驶技术，麒麟航空发的公告很可能是真的。钱董，你输了。龙机长，我要拜你为师，请你教我刚刚的驾驶技术。这怎么可能？鸡蛋真的1颗都没碎。龙机长的驾驶技术真令我大开眼界。我宣布，此次接待埃米尔夫人的飞行员是……等等。刘主任，这个老东西，他根本没有资格接待埃米尔夫人。我有没有资格，你说了不算。春源航空这是输不起了。C8625航班出问题，跟他脱不了干系。埃米尔夫人可是斯波皇室的贵族，派这样一个有污点的机长前去接待，这是对埃米尔夫人的不尊重。没错，刘主任，外界对龙飞的评价你也清楚，这样一个会公报私仇的机长，一旦出现问题，这个责任咱们担不起。这件事空口无凭的事，你们凭什么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污蔑龙机长的清白？
替我连通直播。各位网友，你们如果作为乘客，会把自己的性命安全交到龙飞这样的机长手中吗？随意破坏飞机的安全设施，谁敢坐他的飞机啊？虽然龙飞赢了竞选，但就冲他刚刚驾驶飞机的惊险动作 ，C8625出事肯定是他干的。老东西，我劝你乖乖自首，破坏机翼安全，你是痛快了。可飞机上的几百名乘客呢？要不是高机长力挽狂澜，你就是几百个家庭的罪人。是我及时发现了飞机出现了问题，也是我果断选择迫降。你能瞒得了一时，可瞒不过一世。老家伙要点脸行吗？抵制龙飞进行飞行驾驶。埃米尔夫人来龙国考察项目，不能出任何差池。这一次的接待工作由高机长担任。刘主任，真正挽救飞机的人是龙机长，赢下竞选的也是他。你这么草率的决定，对龙机长不公平。航司必须以大局为重。失去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，秦陵航空还有什么未来？老东西，我诬陷你，你又能怎么样？没有证据能证明你的清白，你就是罪人。我有证据，能证明龙机长的清白。两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身为我春源航空的空乘，竟然帮着外人说话。飞行记录仪都被毁了，他们手中不可能有证据。你有个屁的证据！这里是航司会议室，是你们几个能来的地方，给我滚出去！他们不是 C8625的乘客吗？怎么会来航司？龙叔叔不是坏人，他是挽救了大家的英雄。春源航空的空乘竟然会帮龙飞？小朋友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咱们不会错怪龙机长的。我手中的手机里有龙机长挽救大家的完整视频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是我身边的这位乘客无意间记录下的。龙机长才是真正的英雄。我们下了飞机之后，春源航空的人对我们威逼利诱，大家都是因为害怕才不敢为龙机长发声。这么点小事你特么都处理不好，现在可是在全网直播，你他妈是不是要毁了公司？钱董，你放心，他们绝不可能有视频，善后事项都是我亲自安排的。钱董，你放心，绝不会出问题。最好是这样，否则我会让你们知道得罪老子的下场。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向龙机长认错，马上向外界澄清。一旦我手中的视频播放，你知道后果。公司究竟是哪里对不起你们，竟然要这么卖力的抹黑公司？还是说，其实你手中根本没有视频，这一切都是跟龙飞串通好的？这年头找工作不容易，别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人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。你们别怕，只要能为龙机长证明清白，春源航空今天开除，你们明天就可以来我秦陵航空上班，薪水是之前的3倍。打肿脸充胖子，什么视频？我看根本就是你们胡编乱造的。不可能！你们怎么会有视频？这就是你说的没问题？你们两个蠢货是要害死我吗？你们怎么会有视频？不可能！不对，这份视频一定是伪造的。大坏蛋，没想到吧？我有便携记录仪哦。事实已经很清楚了，龙机长才是真正的英雄，他们才是冒领功劳的人。吴董，网上的舆论彻底扭转了，大众已经开始自发的抵制春源航空了。我一直教你做人要堂堂正正，你的这些所作所为，对得起你九泉之下的父亲吗？老东西，
你是传奇机长，你了不起，你现在是不是很得意呀？这些年，我究竟哪里对不起你？我整天被你这个老东西像畜生一样呼来喝去。我在公司里被人骂客死爹娘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我被别人欺负的整晚睡不着的时候，你又在哪里？那些欺负你的员工，我都警告过他们，而警告有个屁用！就因为我没钱没势，我就活该受欺负吗？所以我要一步一步的爬上去，我要让你像条狗一样趴在我面前摇尾乞怜，我要让所有欺负过我的人付出代价。你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愧对你父亲临终前的嘱托。赵峰，回头吧！造谣抹黑，重伤他人，来人，把他们移交有关部门处理。完了，春源航空的股票跌了40%，公司这下全完了。什么？指定春源航空的人接待埃米尔夫人？刚刚接到斯波方面的消息，埃米尔夫人指定春源航空接待，斯波大使缪斯先生将会在10分钟后抵达航司。什么？指定我春源航空？咱们不是已经帮龙机长洗刷冤屈了？埃米尔夫人不可能不知道春源航空外界的舆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刘主任，埃米尔夫人为什么会突然指定？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？是缪斯先生亲口说的。吴董，抱歉了，让你们白跑一趟。难道我所有的准备都要功亏一篑了？还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啊！看来老天爷是站在咱们这边的。埃米尔夫人还是有眼光的。吴董，看来最后的赢家是我啊！这难道是埃米尔夫人给我发的信息？难道她指定春源航空是因为我？驾驶技术好又能怎么样？最后还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老东西，这辈子都出不了头。只要服务好埃米尔夫人，我将会是世界上最顶级的飞行员，日后更是前途无量。英国的飞行驾驶技术享誉全球，埃米尔夫人一定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选择春源航空。埃米尔夫人不可能乘坐春源航空。老东西，接受现实就这么难吗？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？斯波皇家成员？你说不做就不做了？刚刚埃米尔夫人亲自发消息给我，她要合作的人是我。埃米尔夫人给龙机场发短信。埃米尔夫人一直与航奢进行联系，她怎么会突然联系你？老东西，你是不是脑子坏了？你不会真以为发消息的人是埃米尔夫人吧？你可得小心点儿，现在有不少骗子专门盯着你这种脑子不灵光的老头骗。龙机长竟然会相信这么拙劣的诈骗消息，看来龙机长也逃不过名利啊。刘主任，秦陵航空的手段如此卑劣，为了给缪斯先生一个好印象，我建议马上让这些人滚出航司。连诈骗短信都拿出来了，一会儿缪斯先生到来，指不定会惹出什么乱子。除非缪斯先生亲口告诉我，否则我不可能离开。女士，需要我告诉你什么？缪斯先生，我代表航司欢迎您的到来。刚刚我在门口听到你们似乎发生了争吵。缪斯先生，埃米尔夫人真的指定了春源航空？临行前，夫人特意交代，救了她的人是春源航空的机长。请问哪一位是 C8625 航班的机长？缪斯先生，是我。那就没问题了。夫人要合作的人就是这位机长。现在听清楚了吗，吴董？埃米尔夫人要合作的飞行员是高清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一次还是要谢谢龙机长您。我们走吧。难道真的是我想错了？
发短信的人不是埃米尔夫人。吴董，你可以离开，但他不能走。缪斯先生，刚刚这个老东西竟然说埃米尔夫人亲自给他发送了消息，说要与他合作。夫人不会向陌生人发送消息，这是对夫人名誉的损害，请龙国航司严肃追责。身为一名飞行员，竟然伪造信息，你也是老飞行员了，怎么还会犯这种错误？上报航司，吊销龙飞的飞行驾驶证。老东西，你现在开不了飞机了，再过几年没钱了，我看你还怎么生活？缪斯先生，如果我真的冒犯了夫人，还请您见谅。您帮我看看，这个号码究竟是不是夫人的？你怎么会有夫人的私人号码？难道刚刚真的是埃米尔夫人联系了龙机长？我就知道埃米尔夫人又不傻，她绝不会选择春源航空。夫人的私人号码连龙国航司都不知道，你肯定用了非法的手段。吓我一跳，我还真以为是艾尔米夫人找你的。哈哈哈哈哈！笑死我了！偷了别人的东西，反倒去质问主人，老东西你真够蠢的啊！来人，将龙飞带下去，此事关乎两国关系，一定要严加盘问。放开我！我没有犯法，这就是埃米尔夫人发的消息。夫人，她是……她竟然就是埃米尔夫人。埃米尔夫人亲自到场，老东西，你的闹剧该结束了。之后，夫人，您在龙国考察所有的航班行程都由我来负责，很荣幸为您服务。龙机长，之前多谢您救了我，接下来我在龙国的行程还要辛苦您了。什么？埃米尔夫人要找的人真的是龙飞？埃米尔夫人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您向航司传达的消息是指定了春源航空。这都是因为龙机长。您还记得我吗？原来您就是埃米尔夫人，咱们也算是提前认识了。这老东西竟然早就认识了埃米尔夫人，这怎么可能？要不是龙机长您拯救了我的性命，我或许已经葬身空难了。夫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了建设机场，我提前来到龙国，乘坐的航班正是 C8625。我果然没认错人，原来飞机上的那位乘客就是埃米尔夫人。你刚才是不是冒犯了龙机长？马上向我的救命恩人道歉！很抱歉，龙机长，请原谅我的过错。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是有意的。无妨，缪斯先生，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。这一次聘任龙机长，是我有史以来做的最正确的决定。我很抱歉，可能我传达的消息有误。龙机长是一位英勇无畏的机长，我十分愿意与他合作。夫人您好，我是吴之夏，龙机长已经被春源航空解雇，目前任职于我秦陵航空。这样一位出色的机长竟然会被解雇，这在斯波简直是无法想象的。这就要问问春源航空的钱董了，要不是他，我们也没有机会聘请龙机长。这次真完了，你不仅公司的股价大跌，几百亿的订单还要鸡飞蛋打，这一次算是被这两个蠢货坑惨了。夫人，我们与龙机长之间只是有一点误会。贵国机场建设那可是100亿订单，您可一定要慎重啊！我早已评估过龙国各大航空公司，你们春源航空管理混乱，
机务人员专业素养不够，并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。不，夫人，您相信我，您跟我们春源航空合作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对，埃米尔夫人，您再仔细考虑考虑。你们对待一位英雄的态度让我很失望，我不会选择与你们合作。不行，如果真的让埃米尔夫人选择了秦岭航空，一切就全完了。埃米尔夫人，这个老东西阴险狡诈，你其实被他给骗了。我被骗了，我被骗了。赵峰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到现在还要诋毁龙机长？就是，龙机长平时对我们可好了，你才阴险狡诈呢。对于龙机长名誉权的损害，我一定会追究到底。钱董，我越想越不对劲儿。之前他明明说不干了，可最后仍然留在了飞机上。他肯定是提前知道了埃米尔夫人会登上飞机，所以才谋划了一切。赵部长说的对啊，飞机没起飞前，这老古董就嚷嚷着会出问题，他又不是神仙，他怎么会提前知道？原来是这样，看来并不是咱们的飞机质量不过关，而是这个老杂毛暗中捣鬼。埃米尔夫人是斯波的皇室贵族，我就是个老头子，怎么可能提前知道这么机密的行程？我来龙国的行程是高度机密，就算缪斯都不知道，不可能泄露。夫人，您不了解，这老东西开了几十年飞机，各大航空公司都有他的熟人，一定是有人认出了您，提前收了您的行踪。我相信我的眼光，也相信龙先生的为人。夫人，您怎么就不听劝呢？您相信我，我们春源航空才是您最好的合作人选。我还有很多英国飞行员的资源，只要您开口，我可以让很多英国的精英飞行员飞往斯波为您服务。我们春源航空在龙国经营了几十年，拥有的资源和人才遍布全球，更有一流的飞机制造厂。您不跟我们合作，只会是您的损失啊！你们这是在威胁我。今天发生的事，我会向国际媒体如实告知。春源航空的所作所为，无疑大大拉低了我对龙国航空界的印象。够了！你们还嫌不够丢脸吗？竟然想胁迫国际贵宾签合同，都给我滚出去！住手！住手！老钱董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股价崩盘，口碑一落千丈，我要再不来，公司都要被你这个混账东西败没了。龙老弟，我对不住你呀，我把公司交给这个混账，可没想到他竟然给我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。老钱董，事情都过去了，我现在已经不在春源航空任职了。混账东西，还不快向你龙叔道歉！公司有今天的局面，都是被这个老杂志害的，让我跟他道歉，不可能！这个老东西不过就是在公司里多干了几年而已，哪来的资格让钱董道歉？你们知道龙老弟是什么人吗？他可是我龙国的第一批飞行员，是我当年低三下四求了无数次才求来的人才。老钱董，您身体本来就不太好，可别气坏了身子。当年我单枪匹马创办公司，是龙属地毫不保留地训练出一批又一批的飞行员，这才打下了春源航空的基石。爸，你说一开始的那些飞行员都是龙飞训练的？龙老弟为人谦逊，这么多年来为公司勤勤恳恳，要不是下面的人向我汇报，我都不知道你们竟然把龙老弟赶出了公司。难怪龙机长会寒心，为春岩航空付出这么多，不说升职加薪，最后竟然还落个被逼转岗的下场。龙老弟，你也是看着春举航空成长的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
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能不能回来再帮一把公司？龙老弟，你放心，只要你回来，秦林航空给你出多少钱，我给你双倍。老钱董，你是不是鬼迷心窍了？说到底，他那些几十年前的飞行技术，怎么可能比得上高清？就是，我可是英国认证的王牌飞行员，刚刚输了，不过是一时大意而已。你算个什么王牌飞行员？你以为我没调查过你？英国的飞行员注册协会根本没有你的名字，拿着一张伪造的证书，就敢跑来龙国骗吃骗喝？什么？他不是英国的飞行员？你他妈的敢骗老子！老钱董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您快起来！龙老弟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您再帮我一次，出面为春源航空发声，度过这次难关，算我求你了。混账东西，还不快跪下认错！龙机长，是我错了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求您帮帮我们吧。老钱董，我对春源航空已经失望透顶，与公司缘分已尽，我帮不了你们，你们自求多福吧。吴董，我们走吧。龙先生，吴女士，2天后我准备去秦陵飞机制造厂考察，如果质量过关，我很愿意将本次的订单交给你们。多谢夫人，后天我会和龙机长亲自陪同您前往秦陵飞机制造厂。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得亏我眼光好，跟着龙机长提前离开了春源航空，不然以后走在大街上都得被别人拿鸡蛋砸。老钱董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埃米尔夫人，缪斯先生，请随我去航司接待厅。今天的事已经影响到龙国航空在国际上的影响，你们要是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春源航空必须退出龙国航空界。爸，龙飞不肯帮我们，航司也要清退我们春源航空，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你当初干这些事儿的时候，怎么没想想后果？让你精简人员，没让你把公司的大动脉混着给裁了。还有你，要不是我看在龙飞的面子上，你能当上飞行部部长？给我滚！我不想在公司看见你们。当上部长，是因为那个老东西。这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！你也不想想，就凭你的资历，哪来的资格担任飞行部部长？赵峰，你必须要为所有的事负责。你们想把我推出去当替罪羊？这些蠢事都是你干的，你不扛谁扛？难不成你还真想拖垮我春源航空？赵部长，公司可待你不薄啊！牺牲你一个人，拯救全公司。现在你也是时候报答公司了。钱总，你可不能放弃我呀！我干的这些事儿，都是按住你的意思办的。我肯定要吃牢饭的，你们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那换你来扛。我可什么都没干，这些都是赵峰干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我给你300万，你把这件事乖乖扛下来，等个3、5年，出来之后你仍然可以来春源航空上班。已经给够你面子了，
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不，我不要进监狱，我要是进去，这辈子就全完了。钱总，我有办法，能够彻底解除公司的危机。说，要是能让我满意，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2天后，龙飞他们会陪着埃米尔去秦林飞机制造厂。可要是中途出了意外呢？继续说。现在外界都觉得是我们污蔑龙飞，咱们只要在埃米尔的飞机上按上炸弹，砰的那么一炸，所有人都会觉得是龙飞的问题。到时候来个死无对证，咱们的难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？爹，赵峰说的对呀，这是个好办法呀。这件事你要干好了，你继续当你的部长。要是出了问题，跟我春源航空无关。您放心，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得漂漂亮亮的，保证不会有人能查出来。龙老弟，为了公司的未来，对不住了。龙机长，你是没看到刚刚赵峰他们的脸色，那可真是太精彩了。龙机长干的一点错没有，凭什么帮他们？一群恩将苦报的白眼狼！要不是龙机长您，我们秦林航空也不会争取到埃米尔夫人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好。也是机缘巧合，我也没想到埃米尔夫人竟然也会在航班上。龙叔叔，我是不是也很厉害？要不是你们挺身而出，我身上被泼的油水，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喽。应该的，龙机长，您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我要提前去准备制造厂的各项工作。龙机长，我们2天后见。好，考察的事重要，可不能出一丁点的纰漏。龙叔叔，那我们也走了。好孩子，有机会咱们再见。老头子，你快回家，出事儿了！急急忙忙的叫我回来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孙茜和他妈来了。原来是亲家来了。这都几点了，老婆子你也不做饭，搞得咱们像不懂礼数似的。现在也到饭点了，亲家、小倩，要不咱们出去吃？谁跟你是亲家？一把年纪了还没大没小的，小倩和你儿子可还没结婚呢。哎，亲家你这话说的，咱们婚都定了，彩礼也送了，这不就是临门一脚的事儿吗？儿媳妇都回家了，快打电话叫儿子回来。打过电话了，小轩的部队有紧急任务，抽不开身。儿媳妇，小轩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，你多担待。一口一个亲家儿媳妇的，龙飞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已经被春源航空解雇了。我告诉你，买不起学区房，你们家别想娶我家小倩。龙轩在部队里挣不了几个钱，全指望着你这个当飞行员的爹。清都的学区房几百万，你现在被解雇了，哪还有钱买？我妈说的对，没有学区房，给不了我和未来儿子一个保障，这婚结不了。小的没出息，老的事业也一塌糊涂。就你们家现在这种情况，还想结婚？跟鬼结去吧！亲家，你这话说的就过分了。我是老了不中用，可小轩为了祖国的边防事业奋斗，怎么能叫没出息呢？钱呢？那倒是把钱拿出来呀！亲家，结婚是为了2个孩子的未来，只要他们日子能过得好就行，你不能什么事都往前看啊。是啊，我们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。当初我嫁给我们家老头子，什么彩礼、房子，那可什么都没有。现在是什么时代了？生活不要钱，孩子出生上学，哪个不要钱？买不起就买不起，别老拿过去说事儿。那学区房也不是为了我，
也是为了以后你们的孙子上学有个保障。我把话放在这里，今天你们要是学区房定不下来，小倩就跟你儿子分手。分手？小轩和小倩都已经订过婚了，家里的亲戚朋友都知道，两个孩子的人生大事，就因为一套学区房就要分手？订过婚又怎么样？现在结婚还能离婚呢？学区房你们买不起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他们两个没关系了。我们走。亲家，您消消气儿，房子的事儿咱们再合计合计。就算是分手，也得等小轩回来，咱们两家人说清楚，不是？一提起你那个废物儿子，我就来气。钱挣不到几个，3天2头还不见人影。你们自己说，拿什么给我女儿幸福？哎呦，老婆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老头子，小轩这么多年就谈了这么一个女朋友，咱们可不能让他给黄了。想结婚也可以，今天全款买下学区房，房本上要写我女儿的名字，而且之前38.8万的彩礼不够，再加30万。看清楚了吗，老婆子？原来在这儿等着我们呢。亲家，咱们彩礼都是事先谈好的，你们突然变卦还要加钱，是不是有点太过了？不就加了30万彩礼吗？我要的只是你们家的一个态度。这哪是娶媳妇儿，分明是要娶个瘟神回家呀！彩礼38.8万，在清都已经算是高价彩礼了。小轩的工资卡一直是你拿在手里，我们家的态度哪里不好了？嘿，你个老东西，你还有理了？是你家娶媳妇儿，可不是我家。我家小倩长得漂亮，身材又好，能看上你们家那个废物儿子，都是你们祖坟冒青烟了。你们怎么说话呢？这种势利眼的女人，要是娶进咱们家，以后家里指不定鸡飞狗跳呢。那老头子，你的意思是要退婚？那到时候小轩会不会怪我们？哼，俗话说得好，好女人进门望3代。小轩要是怪我，那是我没教好她，我打断她的腿。商量好了吗？想结婚就拿房子和钱出来。商量好了，小轩的婚事我做主了，这婚我们不结了，退婚。你要退婚？我就知道你们家根本就不是诚心想娶小倩的。好，但这个婚也轮不到你们退，要退也是我们家退婚。遇上你们这种不明事理的公婆，嫁进你们家，我也是自己找罪受。这是当初订婚的婚书，现在我们两家再也没关系了。妈，我们走。等等，现在想反悔，晚了。我女儿刚刚被你们伤透了心，你们要弥补我女儿，彩礼再加20万，还要再加20万，你真是钻钱眼里出不来了。不好意思，买媳妇儿的事儿我们龙家做不出来。你敢骂我？你什么意思？既然两个孩子没结婚，当初订婚的时候我们给的38.8万的彩礼，现在给我1分不少的还回来。要彩礼，你凭什么往回要？结不了婚是你们没能力，关我女儿什么事儿？你们想退婚就退婚，想要彩礼就往回要，把我当什么了？既然婚结不了，退彩礼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是你们拿着房子和彩礼
咄咄逼人，逼得我们退婚。老东西，我告诉你，彩礼1分钱都退不了。你儿子害得我女儿3年来独守空房，我们没要精神损之辈都不错了，还想要回彩礼，没门儿！3年来，你除了花小轩的工资，逼着问我们买房子，你们还干了什么？今天你们不还彩礼，别想走出我们家门！老不死的，你还想玩横的，我就不给你，你能怎么样？我不能拿你怎么样，可你们现在的所作所为，是彻头彻尾的骗婚诈骗。不还彩礼，我马上报警。报警就报警，你别以为我们怕你。妈，他们要是报警，要是你的新女婿知道了，会不会坏事？难不成咱们就眼睁睁的交出这30多万？妈，您新女婿可是年薪100万的飞行员，咱们不能因小失大呀。这点钱就当施舍给他们了。要是当初知道你们家是这副嘴脸，我说什么都不会同意小倩跟你们儿子订婚。钱都在这张卡上，我们可1分没动，不就是38万8吗？看看你们的德行，哼，一家子穷鬼！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我早就有新的男朋友了，还是年薪100万，航空公司高层，比龙轩那个废物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妈，高青给我发消息了，说就在这附近。高青？难道是他？让他上来接我们，也好让他们知道差距。失去我女儿，你们这辈子就后悔去吧。你口中的那位飞行员，不会是在春源航空上班吧？没错，他是春源航空最年轻的天才飞行员，还是为国外留学的海归呢。要不是你家的那个废物在部队工作，我女儿正好乐得清闲，不然怎么看得上他？妈，高青说他已经在门口了。今天我也让你们见见我的新女婿，他们才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儿。哎呦，女婿你来得更好，快进来，倩倩等你好久了。妈，我工作刚忙完，这才来找你们。是工作刚忙完，还是被开除了？老古董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哼，这里是我家，我怎么不能在这儿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也知道，人家之前有个男朋友，就是他儿子嘛。这不现在跟你在一起了，他们家之前给我的彩礼，我也得退了，不是？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退彩礼的。你也知道，倩倩一直都是知书达理的人，让女婿你过来一趟，也是为了给倩倩长长脸。别以为38万8有多少，高青可是愿意给我100万彩礼的人。为了30几万，瞅瞅你们的嘴脸！我告诉你，我家倩倩根本就不稀罕。高青，100万彩礼，你能给得起吗？我找的女朋友竟然跟龙飞有关，幸好孙倩不知道我的事，不然我还怎么骗他家的房子？宝贝，忘记跟你讲了，这老头之所以被辞退，都是因为我加入了春源航空，顶替了他的位置。我说你们一见面就掐了起来，原来是这样。儿子废物，老子还是个废物。亲爱的，你真厉害，你们也别眼红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亲爱的有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关系，我们已经投入了300万，下个月就会有10倍的利润。亲爱的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没错，等拿到手之后，这3300万我1分都不要，全部送给倩倩你。亲爱的，你真好。我和我女儿以后跟着我新女婿就要享受人生了，你们啊就守着那38万8，在这破房子里过一辈子吧。他呀，根本就不是什么英国的王牌飞行员，这只是他伪造的身份，现在已经被春源航空发现开除了。
骗子，这怎么可能？倩倩，你别听这老东西瞎说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难道我送给你的那些奢侈品都是假的吗？对啊，那些奢侈品我都拿去专柜验证过，都是正品。女儿，你别相信这老东西的鬼话，破坏了你跟女婿之前的感情。他们啊，就是羡慕嫉妒。我们虽然钱不多，但也是本分人家，用不着羡慕你们。哎呦呦，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了吧？我女婿是不是骗子，我还能不知道？宝贝，我用我的人格保证，我对你只有爱，绝不会欺骗你半分。亲爱的，我相信你。连我一个老头子都会经常上网冲让。春源航空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你们不知道，还是好好看看这个视频吧。拿过来，我倒要看看你们究竟耍的什么鬼把戏。那位是老钱董，春源航空的老董事长。另一个人就是你的好女婿高清。网上关于春源航空的新闻很多，我说的是真是假，你们一看就知道了。英夺王牌机长输给了国产机长龙飞，留学归来，王牌飞行员涉嫌身份伪造。老头子，我都佩服你，都已经被人人喊倒了，还能骗得了别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你一直都在骗我？宝贝，我怎么可能骗你？这老东西被我抢走了工作，所以怀恨在心，特意雇了别人污蔑我。这段视频也是伪造的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难道仅仅因为一些流言蜚语，就可以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吗？亲爱的，我相信你。想不到你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能干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。就是为老不尊的老废物。我们要是信了你的鬼话，那才是真蠢。总喜欢耍小聪明，可真相摆在你们面前，却不愿意相信。不相信我说的，那你们不妨问问那300万的下落。好女婿，你不是说那300万已经上涨了5倍，变成了1500万吗？你快拿出来，好好打打这老废物的脸。就是，亲爱的，你快拿出来吧。我可不想被前男友的爸妈看低了。我不都说了吗？那1500万现在在我英国银行家朋友的账户上。既然你们想看，我出去打个电话。1500万，你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吧？妈，你跟他们有什么好说的？咱们两家已经不是一个阶级的人了。打个电话需要这么时间吗？要不你们出去看看人还在不在？我的好女婿怎么可能？高清不见了！女儿，你快给高清打电话。妈，你别慌，他肯定是突然有事。妈，高清他把我删了，电话也打不通，咱们都被骗了。这是我卖房的300万啊！人杀的高清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妈，你别吓我，我现在就报警，钱一定能追回来的。我的300万啊！老天爷，你怎么就这么对我啊？要不是你们贪慕虚荣，怎么会被骗财骗色？亲家，我们打住！我们可不配当你们的亲家。叔叔阿姨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不退婚了。小轩他很爱我，我现在就给小轩打电话，他一定不会放弃我的。亲家，那300万是我卖房的钱，我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。小倩和小轩的婚事，咱们照常进行。我也不要什么学区房了，你看那38.8万的彩礼。直到现在，
你们还在惦记那30多万的彩礼，人怎么能贪财到这个份上？妈，小轩也不接我电话了，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不用费劲了，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，我已经全部告诉了小轩，他亲口跟我说，从今以后，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既然咱们2家的事儿说明白了，你们就走吧。至于彩礼，你们想都不要想。都怪你，非要说什么调到了金龟婿，这下倒好，不仅38万的彩礼没了，连我养老的房子都搭进去了。要不是你劝我跟小轩分手，我能有今天？你凭什么怪我？你个杀千刀的，赔了老娘300万，你还敢顶嘴？你我怎么够了！这是我家里，要吵给我出去吵！你说说这叫什么事儿？好好的一桩婚事，就被这么搅黄了。这可不是什么好婚事，这种女人要真娶回家，不光对小轩，对咱们家也是灾难。折腾一天了，休息吧。明天我还得陪埃米尔夫人和吴董飞一趟秦林飞机制作厂呢。龙机长，几天不见，有没有想我们啊？整天没个正形，你们俩这么快就上班了？那还是托龙机长您的福，吴董可特别关照我们呢，整整3倍工资哦。欢迎埃米尔夫人、吴董登机。这是我们秦林航空最新研发的大型高端客机，飞机可容纳500名乘客，包括现在世界上最顶尖的民航客机技术。吴董知道夫人您是为了考察项目，所以用您确切行程选用了客机，并非私人飞机。这架飞机的舒适度很不错，吴董，我非常期待这一次的考察。飞机将在3分钟后起飞，请各位乘客做好准备。夫人，我这一次也算是跟您公费旅行了。我劝你最好别出声。钱董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飞机落地的那一刻，您会看到一团漂亮的烟花。龙机长的驾驶技术真不错，我竟然没有感受到丝毫颠簸。飞机上配备了各种饮料、茶，还有各种红酒。夫人想喝点什么？中国有句俗话叫入乡随俗，帮我来杯茶。麻烦为埃米尔夫人准备一杯热茶。有人吗？好的，我马上准备。你为什么要戴口罩？这几天不小心感冒了，为了避免打扰到飞机上的贵客。好，麻烦你尽快准备。为什么我会觉得他有点像赵峰？还没好吗？不行，我得进去看看，可别出了什么事儿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把你的口罩揭开，让我看看。我再说一遍，揭开口罩。看来是我想错了，他不是赵峰。按照空乘管理条例，空乘人员是不能遮挡面部的。如果身体有问题，就提前打报告休息。
请您慢用。谢谢，龙国红茶非常美味。想不到夫人您远在斯波，竟然还懂龙国红茶。之前喝过几次。你有话要说？没有。我要是告诉吴董，一定会打草惊蛇。之前的那个人肯定是赵峰，怎么办？到底该怎么办？对了，去找龙机长，龙机长一定会有办法。不错，你还算听话。等会儿炸弹爆炸前，能不能逃出去，看你的命。还有10分钟，飞机就要降落了。老东西，我失去的一切都要从你这儿拿回来。白雪，你这是？出事了，龙机长，我怀疑赵峰混上了飞机。什么？你确定？8、9不离10，而且赵峰很可能已经挟持了储物间的工作人员。他混上飞机到底想做什么？这件事还有谁知道？我怕引起埃米尔夫人和吴总的惊慌，谁也没敢说。你做得很好，要是知道赵峰这么一个不稳定因素在飞机上，恐怕吴董这一次的项目就要彻底黄了。智能驾驶仪启动。走，你跟我去客舱看看。身为机长，擅离职守可是违规哦。没关系，有副机长盯着，我也相信咱们公司的智能系统。看来龙机长并非传闻中的老古董，他可以跟得上时代的潮流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这里面放着什么？是夫人随行的行李。夫人，我无意冒犯，但能不能打开储物柜让我看看？你想干什么？这里面存放的是夫人的私人物品，你这是对夫人的不尊重。这种声音不像是钟表走动，像是计时器发出的声音。难道是？龙机长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吴董，白雪在飞机上发现了赵峰藏在储物间里。我常年飞行，耳朵异于常人。这个储物柜里或许藏着赵峰安装的炸弹。你说什么？炸弹？赵峰也在飞机上，他想干什么？难不成要跟我们鱼死网破一起死？我了解他，他不会不顾自己的性命。当务之急是要稳住赵峰，不能引起他的警觉。龙机长，我去拖住他。我也去。缪西先生，储物柜内的物品在登机前是否通过了机场的安检？夫人的贴身物品不需要通过安全检查。按住乘客管理条例，我们有权对这些物品进行检查。麻烦缪斯先生让开一下。这就是你们龙国的待客之道。我一定要向杭斯举报你们不尊重斯伯王室。缪斯先生，储物柜内的物品关乎着飞机上所有人的安全。你的意思是夫人会害你们？你们是不是都疯了？我绝不允许任何冒犯夫人的行为。吴董，龙机长，到底发现了什么事？我有权知道实情。夫人，您的行李中很可能被人安置了炸弹。炸弹？这绝不可能！夫人的行李一直由我贴身保管，不可能有炸弹。你们这是赤裸裸的欺骗！你敢说
这些行李你一直寸步不离。您好，先生，这里不可以带着行李进入卫生间。如果有需要，您可以将行李交给我，代为保管。好吧，你们可以检查，但是如果没有问题，你们必须向我和夫人道歉。这是夫人购买的小玩具，炸弹呢？炸弹在哪儿呢？请你马上道歉，否则我们不会原谅你的无理行为。难道真是我听错了？夫人，我觉得您这次选择的合作对象，并不是最好的选择。没关系，龙机长也是为了我的安全考虑。吴董，埃米尔夫人很明显是不高兴了，会不会影响到咱们之间的合作？将合同利润再降低5%。竟然真的有炸弹 ！Oh my god！ 夫人，请相信我，这个炸弹真的不是我干的。不是缪斯先生，是赵峰干的。吴董，请您马上联系航司，询问拆弹专家该如何拆除炸弹。距离降落还有3分钟，炸弹爆炸的时间正好是3分钟。赵峰肯定想等离开飞机以后引爆炸弹。龙机长，航司回复说这是 TNT 计时炸弹，经过专家对图片的分析，您只需要剪断蓝色的线就好了。好了，应该没事了。龙机长，炸弹还没拆除。我马上联系航司的拆弹专家。来不及了，当务之急是马上紧急降落。现在距离地面还有接近6000米的高度，2分钟内迫降，这根本不可能。我能做到。龙机长，龙机长，你要做什么？如果一会儿降落完成，来不及扔掉炸弹，驾驶舱的防爆舱门可以有效防止爆炸带来的损害。龙机长，您保障每一位乘客的生命安全，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，这是我身为机长的信念。你出去。龙机长，我可以帮你。你帮不了我，留在这里只会给我添乱。出去。龙机长，给我出去！别浪费时间了。你还年轻，不应该把命丢在这里，听清楚了吗？我是机长龙飞，如果我不幸遇难，请向我的妻子周轩转达，下辈子我依然深爱着她。当年我的师傅曾教过我，高空急速迫降，6000米1分钟半，我从来没有完成过。这一次，我师傅的记录由我打破。茶一定要煮透，刚刚的那一杯贵宾不满意。那个贵宾刚刚说他还要一杯混合鸡尾酒。好的。想用这2个小贱人拖住我，老东西，你是不是真把我当做傻子了？
不好意思，我用它切柠檬，刚刚不小心掉了。他一定是发现了。没事，您慢慢做。10秒，4236米；15秒，3933米。时间来得及。吴董，龙机长能做到吗？龙机长已经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又一个奇迹，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做到。缪斯先生，您似乎很害怕。夫人，那可是炸弹，您不害怕吗？斯波是在枪林弹雨中建立的，我经历过无数次暗杀，我并不害怕，而且我相信龙机长他一定能安全将我们带回地面。500米、300米，速度太快，降落一定会坠毁。看来只能用出当年师傅都没用出的那一招——甩尾漂移迫降了。左左右右，上上下下，放油，涡轮反推。龙机长到底在干什么？再这样摇下去，我内脏都要被摇出来了。传闻中龙机长的师傅是从战争年代活下来的王牌飞行员，难道龙机长使用的是连他师傅都不曾完成的那一招？这老东西到底在干什么？能不能成功，就看这一下了。吴董，飞机在半空中旋转，飞机已经落地了，在地面绕圈旋绕。龙机长他成功了。特妈的，给老子滚开！你以为那是计时炸弹？蠢货！老东西，那不过是我的障眼法。我这条命多金贵，怎么可能陪着你们一块儿去死？赵峰，你不能一错再错了。你要是启动炸弹，你这辈子就全完了。把遥控器交出来，回头是岸啊！我这辈子早就毁在你这老东西的手里了。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你一死，我仍然是春源航空的飞行部部长。老东西，你要是真愧疚，那就去死吧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不是炸弹遥控器！我一次又一次的给你机会，你却从来不知道珍惜。老东西，你是什么时候？进去后好好改造，出来重新做人。老东西，你给我等着！我没输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输！不用追了，他跑不了多远。老兄弟，我对不住你。你的儿子，我没教育好他。赵峰那个废物果然失败了，不仅没炸死龙飞他们，自己还成了通缉犯。爸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公司股价已经十不存一，我们唯一翻盘的方式就是斯波的国际机场。
经过上次的事件，埃米尔根本不可能与我们合作。我已经派人向斯波皇室洽谈，很快就会有结果。这么大的项目，埃米尔一个人决定不了。爸，你在斯波还有关系？蠢货！天下熙熙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只要咱们给出足够的利益，哪怕1分钱都不挣，也要抢下订单。准备私人飞机，我们也去秦林飞机制造厂。夫人，非常抱歉，此次航程让您受到了惊吓，我愿意让出5%的利润来弥补夫人。5%可是个不小的数目，吴女士，您真慷慨，也是为了能跟夫人您交个朋友。夫人对我秦林飞机制造厂还满意吗？制造材质过关，有国际质量认证，飞机的性能与品质也非常优秀，我很满意。夫人，您不打算看一看合同吗？我十分相信龙机长，也同样信任吴女士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一下皇室的电话。你们说什么？皇室决定与春源航空签订合同？抱歉，吴女士，我需要与皇室紧急沟通。马上去查春源航空究竟用了什么手段，竟然能改变皇室的态度。我很抱歉，我的朋友们，皇室的态度非常强硬，必须要我与春源航空签订订单，我一个人没有办法改变这一切。我能否知道春源航空到底开出了什么条件？皇室对此严格保密，我并不清楚。查到了，吴董，春源航空开出的条件是斯波国际机场所有的飞机，他们均按原价出售。什么？这种无耻的恶意竞价，斯波皇室竟然会同意？埃米尔夫人，难道皇室不知道春源航空的名声吗？我无能为力，我的朋友，这是皇室无法拒绝的优人利益，除非您能开出更好的条件。都1毛钱不挣要卖飞机了，难不成让吴董贴钱卖飞机吗？吴董，看来斯波的订单你是拿不到了。我也是为了春源航空的生存，吴董，您多见谅。夫人，想必您已经知道了皇室的意见，那我们就尽快签合同吧。等一等，老东西，你又想做什么妖？这可是100亿订单的合同，你觉得你说话能有用吗？夫人，请给我3分钟时间，我有些话要跟吴董讲。龙机长，春源航空开出的条件，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人会拒绝。折腾了这么久，咱们最终还是失败了。吴董，我大你不少，有些事儿我看得比你更清楚。我知道您想带领秦林航空有更好的发展，可你欠缺了一样最为关键的东西。龙机长，我欠缺了什么？魄力。
身为决策者，要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魄力。老钱董之所以敢开出这样的条件，他笃定了你绝不会亏本做这一单生意。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，要是亏本做，那还有什么必要呢？赚钱有2种方式，一种是赚眼前的钱，另一种则是赚未来的钱。您这一次要是能抢到订单，以春源航空目前的处境，足以彻底将他们活埋。到时候国内的航空公司将不会有任何人是你的对手。龙机长，您说的有道理，可我具体该怎么做，不妨请您再指点指点。很简单，春源航空给出的条件让你为难，你不妨顺势而为，也跟他们打价格战。不管你们有什么阴谋诡计，这笔订单你都不可能拿到。夫人，我思索许久，还是不愿意放弃这次与国际接轨的机会。上次我秦陵航空的报价作废，我的朋友，您打算出更低的价格，这样你会亏本的。绝不能让吴之夏抢到订单，这是我春源航空最后的机会。夫人，世界上没有一家公司出的价格会比我们更低，您还是尽快签合同吧。吴之夏，你竟敢撕了我们的合同！小孩子的把戏，这样的合同我随时能印无数份。龙老弟，你就教了吴董这么点本事。夫人，我决定无偿捐献思波国际机场1半飞机，剩下的1半由原价格用购，我分文不赚。特么的吴之夏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宁愿亏几10个亿，也要跟我们抢订单？彼此彼此。我的朋友，您真的愿意捐献1半的飞机？这对您的利益，我非常确定。小王，重新拟定合同。刚刚龙机长教了我一个道理，赚钱要看重长远的利益。吴董，你不可以这样做，你这是把我春源航空逼向绝路。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当初你们对待龙机长，也没给他活路。吴董，新合同拟好了。你真要跟我鱼死网破？春远航空没了，你也别想好过。捐献1半的飞机，会彻底吸干秦陵航空的现金流。吴之夏，你这是自掘坟墓！我秦陵航空的未来如何，不需要你们担心。小王，送客。山不转水转，我们走。我的朋友，皇室已经决定与秦陵航空签订合同。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飞机上竟然会有炸弹！赵峰这孩子，终究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啊！难道是老头子回来了？你！老东西，既然你不给我活路，那我也要彻底的毁了你！大半夜的，怎么门也不关？老婆子人呢？有人绑架了老婆子，到底是谁？钱远还是赵峰？老东西，知道我是谁吧？不想这老太婆死，就给我到西郊仓库来。把毛巾取了吧，别把这老东西捂死了。别他妈在老子面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！你要惹了我，老子连你一起杀！疯子，你他妈彻底疯了！哎，我是疯了，你又能好过到哪里去？没了春源航空，你他妈还不如一条狗！我懒得跟你一般见识。哼，婶子，你也别怪我了，但你要怪，
就怪那个老不死的，非要跟我对着干。赵峰，你是婶子看着长大的，老头子要是有哪里做的不对，婶子替他跟你说句对不起。但是你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呀。那个老东西毁了我的一切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那老不死的垫背。说的没错，春源航空破产了，那就谁都别想好过。龙飞他为了你们春源航空付出了一辈子，你这么做，老钱董不会同意的。不好意思，这就是我家老头子的意思。老婆子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给我站住！你再往前一步，要他的命！好，好，好，你别乱动。赵峰、钱远，有什么冲我来，你们放了他。老东西，原来你也有求我的一天，给我跪下！不想让他死，就给我跪下！老头子，你别管我，快走！你们住手！我跪，我跪！只要你们别伤害他，什么要求我都答应。老东西，我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你马上打电话给吴之夏，让他放弃订单；第二，你会眼睁睁地看着这老太婆死在你面前。我就是秦林航空的一个机长，吴董不会为了我放弃订单的。看来你是要选第2种了，那你就看着他去死吧！我打，我现在马上打！不用打了，只要你们放了婶子，所有的条件我都可以答应。吴董，你怎么会来这里？赵峰逃窜在外，我不放心你，让小王跟着，这才发现他们绑架了婶子的事。龙机长，你放心，只要能救婶子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可那毕竟是秦林航空翻身的订单，利益与金钱永远比不上一条人命重要。谢谢你，吴董。这是订单的解约合同，想要可以，放了婶子。不可能！谁知道你们会不会耍什么阴谋诡计？你们真正要的人是我，放了周轩，我来换他。换人可以，你先过来。好。龙机长，你不能过去。周轩无怨无悔地陪了我大半辈子，我要不能护他周全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放了婶子。这个老太婆是龙飞的软肋，不能放。老子让你放，你是不是耳朵聋了？赵峰，你能放了你婶子，证明你还有救，不要再错下去了，收手吧。我早就回不了头了。老东西，我问你，我爹当初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有什么好问的？你爹就是被他给害死的。闭嘴！我要听龙飞亲自讲。你告诉我，我爹是因为安全检查不过关意外而死。可据我这么多年了解到情况，我爹的死根本没这么简单。如果我不讲实情，恐怕这道坎你这辈子都过不去。你要是敢骗我一个字，今天你别想活着离开这里。当初我跟你爹一同在春林航空工作，那时候你爹在飞行驾驶方面的天赋要比我高很多，所以你就因为妒忌害死了他。当时你娘已经有9个月身孕了，你爹想要从国外走私，我告诉他你就要出生了，千万别铤而走险。但他当时年轻气盛，想要给你们更好的生活，最后还是干了。走私？你别听这个老东西胡言乱语，他都是骗你的。但偏偏那次出现了意外，你爹走私的东西是龙国明令禁止的违禁品，
你爹见事情败落，想要逃跑，被当场击毙。我爹竟然是个走私犯！你娘抑郁成疾，在生下你之后，不久也离世了。我不告诉你事情，是想让你不要受你爹的影响，能够健康平安的长大。不可能！你一定是骗我的！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他们钱家分明告诉我，是你害死了我爹！孩子，钱家一直在利用你，你到了现在都没感觉到吗？也怪我，要是早一点告诉你实情，你也不会走到这步田地。原来一直利用我的是你们！我他妈杀了你！原来我一直被别人蒙在鼓里，可笑啊！孩子，这么多年了，我老在想，如果我当时拼命拦住你爹，或许事情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下场。我欠你父亲，欠你一句对不起。多少年了，我终于等到你这句对不起了。师傅，这辈子我才最后叫你一声师傅。孩子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可不能做傻事儿，浪子回头金不换啊！孩子，你还年轻，一切都来得及。只要你回头，你永远都是婶子的孩子。你不是喜欢婶子做的桃花酥吗？你好好的，婶子天天做给你吃。师傅，我没退路了，我干过的错事，我拿这条命抵给你，从此你我两不相欠。不要！爹，儿子来找你了。爸妈，我来看你们了。儿媳妇来了，快坐快坐。那你退休后身体怎么样啊？小轩早晨打电话给我，说能赶上今晚的最后一班航班。怎么也想不到，之夏这孩子竟然能跟小轩看对眼，缘分啊，真让人捉摸不透。孩子问你话呢，你干嘛呢？我身体挺好的，就是退休之后太闲了。你跟小轩什么时候给我们生个孙子孙女啊？爸，小轩的工作你也知道，这也不是我能决定的。混小子，这次他回来，要是生不出来，他就别想回去了。啊！